说到私生子，前段时间蔡徐坤闹得沸沸扬扬，最近他倒是一直没有消息了。前几天因为是他的生日，还有不少粉丝在给他过生日，也让不少观众感慨，他竟然还有这么多粉丝。也有人好奇，蔡徐坤是不是真的没事了啊？他还有商务代言没有掉，之前风险艺人的事情好像也过去了。目前来看，蔡徐坤是没有被直接封杀的，有很大可能会复出，不过这段时间肯定要低调一点了。也有观众问，当时蔡徐坤孩子的爆料那么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还有没有孩子？今天这件事竟然有了别的进展。有人爆料说，这个团里真的有人有孩子，但并不是蔡徐坤，是队内一个人气很高的艺人，跟前女友有一个孩子，就连前段时间的嫖娼瓜都是为了掩盖这个，甚至还配上一张很糊的孕检单，但是图很快就看不到了。就有不少人猜测这个人到底是谁，团里一共就那几个人，人气高的更是没几个，马上就有人猜到目前最红的范丞丞身上了。怀疑这个有私生子的是范丞丞，而且有这么大力量公关的，能做到这一步，也得在圈内很有人脉才行，感觉也跟他对得上。于是范丞丞马上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甚至还有人开始扒他的行程，看看他有没有奇怪的休息时间。范丞丞自出道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，不只是他有没有私生子的问题，他自己的身世都成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近日一部剧情爱情题材电视剧《曾少年》在央八火热开播，其中的主演张一山、关晓彤都是童星出道的老手演员了，而范丞丞作为资历最小的青年演员，又是怎么会接到这么好的资源呢？范丞丞最早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是在2007年，因为陪同姐姐范冰冰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红毯而曝光。彼时她才7岁。作为娱乐圈红透半边天的范爷，范冰冰的私生活一直都是看客口中津津有味的谈资。突然出现的7岁的弟弟，更是让大家浮想联翩。19岁的年龄差导致许多人开始猜测，范丞丞或许不是范冰冰的弟弟，而是他在混乱私生活里与某位幕后大佬的私生子。有了这一猜想，吃瓜网友纷纷开始扒出各种真假难辨的细节，甚至有人格外笃定范丞丞是范冰冰与洪金宝的私生子。毕竟范冰冰与洪金宝的各种包养绯闻还曾一度登上了报纸头条，一时间谣言愈来愈难以控制。在网友的一顿狂欢之下，事情好像就这样被下了定论。不谙世事的少年尚不懂这些谣言对自己会有多大的伤害，可在少年成长的路上，攻击从未停止。范丞丞即便拿出户口本力证自己与父母和姐姐的关系，也依旧有网友不买账，声称户口本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直到成年之后，父母偶尔的在公众媒体中露面，范丞丞与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貌，才让近乎10年的私生子传闻不攻自破。然而他仿佛一直被范冰冰的光环笼罩，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。在即将出道之时，就被韩国媒体借范冰冰弟弟的名号狠狠营销了一把，称他像是韩国偶像，不像中国人，出道前就在韩国先小火了一把。姐姐的光环对范丞丞来说更像是一把双刃剑，除了给自己带来流量和热度之外，也让范丞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反噬。当年范冰冰偷 SLS 的案件被曝光之后，刚出道的范丞丞不得不在上升期选择销声匿迹，半雪藏自己的事业，悄悄躲避风头。抛开家世、明星姐姐等标签，范丞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有着很优秀的水准。从美国留学归来后，直接进入了乐华娱乐公司做练习生，即便只有短短1年的练习时长，但在2018年风靡一时的偶像练习生中，范丞丞就在100位练习生里脱颖而出。帅气的长相和优秀的唱跳能力斩获了一众的女粉丝。在最需要吸引流量、助推出道的时刻，范丞丞却闭口不提自己的姐姐，放弃任何能为自己带来热度的话题，让观众和粉丝更加集中在他的专业水平上，用实力证明。最终，范丞丞以第3名的成绩成功出道，解锁了偶像这一角色的道路。随着限定团体的解散，范丞丞并不局限自己的事业，渐渐地从单纯偶像向影视等多方面发展。2020年加入由吴彤接手的《青春环游记》第2季。作为从未接触过的领域，在一开始，范丞丞不由得表现出了局促和紧张。节目里即便贾玲如何活跃气氛，范丞丞也只会在一旁傻笑。显然面对更加直接的真人秀，他还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或许是由于节目中贾玲、杨迪等其他嘉宾的随和活跃，也或许是因为范丞丞本身就中二搞笑的性格，短短1、2期节目之后，范丞丞就已经完全放松下来，慢慢露出真面目。大白鹅人设、女团舞、扮丑作怪，各种搞怪耍宝，让观众看到这个帅气的小男孩不只是个花瓶而已，更是获得内娱第一显眼包的称号。更是与嘉宾之一的贾玲相处真诚温馨，组成了家饭姐弟 CP， 随时护着姐姐的忠诚小狗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同年参加的综艺《做家务的男人》第2季，更是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范丞丞。生活中与同辈郭麒麟、魏大勋相处起来融洽和谐，三人一起做起家务井井有条，日常的状态全然没有了偶像艺人的包袱，不仅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，呆萌大男孩的形象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。综艺的试水大获成功，让年轻的范丞丞有了不一样的想法，逐渐向影视方向迈出脚步。2021年开播的电视剧《灵域》讲述着男主角在升级打怪的路上逐步成长，并与女主角相爱的故事。这部剧不仅意味范丞丞从承销的学生成长为承销的对手戏搭档，更像极了范丞丞成长之路的缩影。这部剧也一举拿下了一众榜单的首位。在首次尝到甜头后，范丞丞又接着参演了《致命愿望》、《被遗忘的时光》等电视剧，角色不仅限于帅气的霸总类男主角，更是挑战起了裘文东这样的反派角色。在电影方面，首部作品《门锁》就搭档金马奖、华表奖最佳女主角白百合，挑战正邪难辨的保安小吴这一角色，出色的演技将身上偶像派的标签撕得粉碎。在2023年，更是接连上映2部电影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逐步磨练演技的过程后，范丞丞终于迎来了一部高质量的央视上新剧《曾少年》。能在央8的播出电视剧，一直都代表着高质量和主旋律。范丞丞参与这部作品，也象征着咖位的提升和日后资源的进步。从小家庭的熏陶，就让范丞丞对文艺工作也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。只不过不同于父母和姐姐，范丞丞的理想是做一名小品演员，还曾向贾玲和沈腾取经。小时候，母亲也为范丞丞规划了许多路线，还给他报各种特长班，学习骑马、射箭、钢琴等等。虽然幼年的范丞丞并不爱好这些，但在母亲逼迫下的练习，还是为他以后的娱乐圈之路助力了不少。对于年少就离家的范丞丞来说，留学生活带给他的除了学业上的增进，生活中的独立，更多的是探寻自我的过程。在英国读的2年初中，由于初来乍到，对于国外环境的不适应，导致他只敢和中国人接触，几乎没有学得到什么实质性东西。后来为了追求自己的篮球梦，又辗转美国，面对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人总是有着无限的热情和干劲。可自身条件的不足，还是不得已让范丞丞停下了脚步。在不断的更换生活环境和找寻自我的过程中，范丞丞终于还是发现了自己喜爱并能够做好的事情，成为练习生。从零基础开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，就要义无反顾。在练习生期间，范丞丞一直格外努力，自己曾在节目上坦言，没日没夜的只顾着训练。在这条路上的勇往直前，才造就了偶像练习生中1500多万票的好成绩。走红之后，范丞丞也并没有忘记送自己出道的粉丝们，更是将宠粉做到了极致。前段时间，范丞丞公开行程要参加某音乐节演出，被黄牛盯上的门票价格节节翻升，粉丝纷纷到网上叫苦。范丞丞方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与音乐节举办方和购票平台沟通，为粉丝预定了2000张门票，并且由范丞丞本人先垫付，用心程度获得了粉丝和路人的一致好评。还有一位网友曾在微博爆出，他在参与某综艺的节目录制期间不小心摔倒，后脑勺着地，在被工作人员带离现场的时候，还不忘记嘱咐先不要让范丞丞知道，以免影响他接下来的录制。但细心的范丞丞还是发现了这一情况，即使录制过程走不开，也要吩咐助理去关心粉丝的情况。这位网友一再的表示非常感动和温暖。除了对粉丝保持感激和感恩的心，用实际行动回馈粉丝以外，在工作中，范丞丞更是对同事和嘉宾好友都展现出了男子汉的一面。在录制《青春环游记》第2季期间，因为和贾玲的关系很好，互动也很频繁，导致很多网友开始磕起了家饭姐弟这对 CP， 但渐渐的 CP 就变了味道，开始不断的有贾玲与范丞丞未婚生子之类的传闻出现。
而范丞丞为了保护女方的声誉，在某个采访中说到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贾玲姐，一下将两人的关系拉到了长辈与晚辈之间，更是在 ins 上直接回应，把嘴闭上。或许正是范丞丞这种刻苦努力、有谦卑感恩的性格，才支撑他在演艺事业上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如果内娱的艺人都能够如此戒骄戒躁，踏实进步，也就不会有内娱完了这种说法了。最后可以确定的是，前面所说的私生子瓜的确不是范丞丞，因为他真的没有私生子。虽然看着范丞丞是个显眼包，但是他还挺有事业心的。目前的一些路线是为了积攒路人缘，尤其是范冰冰现在不能拍戏了，不少人脉资源都介绍给了范丞丞，他之后还是会走大荧幕路线的，不会在这个时候爆出这种消息的。他确实没有孩子，粉丝可以放心。